小女孩悄悄告诉了警察一个秘密，她看到妈妈经常和哥哥光着屁股玩。听了这话，警察立马变了脸色，这不就是乱伦吗？而这时恰巧女孩父亲来医院看望她，于是警察尽量用平和的语气和盘托出 ，which seemed to describe a sex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r wife and your son. 果然，父亲一听这话脸都绿了。Her daughter said she'd seen them sleeping in the same bed together. Are you out of your mind? She's his mother. 显然父亲难以相信，尽管警察表示这是你女儿说的，但父亲还是一个劲摇头，随后就冲回家调查去了。当然，警察也不能闲着，紧接着他们就来学校找到了男主角凯尔，对他进行了审问，想弄清凯尔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She said you and your stepmother sleep in the same bed. Is that true? 听了这话，凯尔立马变得不自然了起来，不仅反称警察的思想龌龊令人恶心，而且也否认了和继母乱搞。可办案多年的老警探们一眼就看出了有问题，而后就又来找了凯尔家的管家，想从侧面打探些消息。可哪知管家害怕担责任，坚决什么也不说。不过警察也不是吃素的，他们有的是办法让人开口，然后就威胁要查管家的内税情况，相信他肯定有些现金收入没缴税，一旦属实是要判3年的。这下还真把管家唬住了，他只好老实交代曾看到过俩人在一起。I walked into the room. She was kissing Kyle. It wasn't the way a mother kisses her son. 可就在泰勒还要继续审问之际，本森突然收到消息，竟是母亲已经得知了他们在调查，因此主动来找警察，打算澄清这件事。I know the other detectives already spoke to Kyle. He told you the truth. I am not having a sexual relationship with my stepson. 而整件事其实是小孩子编造的故事，加上律师在一旁帮腔，而目前案件既没有原告，也没有物证，所以调查了一圈的警察只能空手而回。对此，检察官也没办法直接起诉。可谁知这时巡警突然传来了消息，莉亚和丈夫竟在幼儿园大闹了起来。原来两人因为该由谁带走女儿发生了争执。She raped my son. Knows what she did to my daughter. Our daughter! You don't deserve to be a mother. You're disgusting. Yeah, make up some more stories. Everyone knows it so you can get out of child support. 眼见两人马上就要打起来了，警察立马强制将他们分了开来。不过这也恰好给了警方理由，既然你们两人这么闹，肯定会将孩子置于危险之中。于是警察强行将小女儿带走了，当然也不能漏了另一个孩子。凯尔同时也必须带走。可当警察赶到学校，却发现凯尔竟提前走了。不过他的同学却提供了一些消息，俩人表示莉亚很是开放。What, is she putting out for all the school buddies? Not that. She just likes having guys around. She doesn't mind, if you look at her. Yeah, it's like she's wearing clothes, but you can totally see through them. And she's always giving everybody back rubs. 但奇怪的是，凯尔竟对母亲的做法很是喜欢。I don't know if he's banging her, but I wouldn't be surprised. 看来莉亚真的是有问题。可谁知凯尔还没找到，派出所突然又接到了报警，凯尔老爸竟死在了家里，死因是后脑勺被打碎了，凶器很可能就是这根球棒，而他就藏在凯尔的床底下。同时小区保安正是看到莉亚先离开家后，一会儿后永强也走了，但他看上去好像有点魂不守舍。谁知就在这时，出人意料的事发生了，永强竟不慌不忙回来了，并在听说父亲遇害后，关心的第一个人居然是莉亚，这很难不让警察起疑心。首先他的黑眼圈就可以，不料凯尔解释是在体育课上摔的，警察当然不信，这怎么看都像是和父亲斗殴造成的。可凯尔不仅否认了，而且也保证莉亚也不是凶手，至于原因他就是不说。哪知就在警察想要严刑逼供之际，大队长突然冲了进来，一般来说是没好消息，果然是莉亚带着律师来了，要力保凯尔，而他当然也是嫌疑人。可莉亚自辩我今晚正在家和凯尔解释之时，他爹突然回来了，然后爷俩就开始争吵打了起来，我再也受不了就提前离开了。当然那时候他爹可还是活着的，而且我也没理由杀他。不料警察却立即给他找了一个，丈夫死后你就可以继承遗产了。哪知莉亚早已签了婚前协议，丈夫的遗产全都留给了子女，根本没他的份。可警察却认为既然你不是凶手，那就是凯尔了。谁知莉亚又不知哪来的信心，力证不是凯尔干的，这可把外面监听的人弄懵了。明显俩人是在互相打掩护，无法确定到底是谁干的。不过就在这时，凶器上检出了凯尔的指纹，凭这点就可以正式逮捕他了。于是检察官据此起诉凯尔犯了谋杀罪，要求法院批准立案，却不料在对方律师的花言巧辩下，法官最终准许凯尔可以保释，但不得离开居住地。而想要最终锤死凯尔，就必须找到关键性证据。可谁知警察刚要开始寻找，莉亚早已提前谋划好了一切。当他们再次去酒店找他时，前台称莉亚和凯尔已经一起去了机场，很明显这是要跑路了。但警方岂会轻易放走俩人？于是立即开始查询起了机场的全部航班，最终找到俩人今早飞去了德州，不过2个小时前又飞回来了，这明显违反了保释条例。随后警察立即展开了抓捕，不成想正好将正在乱搞的俩人堵在了床上，名副其实的捉奸在床了。可谁知俩人竟自我感觉非常良好，并不认为做错了什么，而原因竟也相当合理。 We're married now. 这话当即把警察雷德合不拢嘴了，真是活久见呐。然后俩人就被带回了派出所，可律师却辩称凯尔1个月前已满17岁，已经不算未成年人了。但警察怎会相信莉亚会等到成年了才跟他搞？
不过法律讲究的是证据，没有的话就得相信。 I never abused him. We're in love. 其实警察已经看出来了，俩人这是利用了配偶特权，因为夫妻一方指认对方是不被法律承认的，这样他们就可以不用供出谁是凶手。很明显，利亚的奸计得逞了，但检察官还是以违反保释条例为由，请求法官将凯尔收监，并控告他飞去德州领证结婚破坏了调查。 which allows non-residents to obtain marriage licenses without waiting periods or blood tests. Virginia also allows a person under the age of 18 to marry with the permission of a legal guardian,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defendant was in fact marrying his legal guardian, his stepmother, Gloria Stanfield, currently under investigation for child abuse and murder. 然而律师却辩解这些都与保释无关，尽管检察官据理力争，这段婚姻企图滥用配偶特权，规避可能使被告锒铛入狱的调查，但依据程序，法官目前只能判凯尔违反了保释条例，依法将他关进牢房而已。至于性侵谋杀案，还得需要证据。可出人意料的是，这件奇葩案子的消息竟不胫而走，大批小报记者围在法院前，显是第一口挂。而其中一个记者更是大胆追问莉亚怀孕一事是否对指控她虐待儿童有影响。不料这一问又把警察整懵了，随即逼问他消息的来源，谁知却遭到了记者的嘲笑。他是有节操的，坚决不供出消息来源，只是确信莉亚已经怀孕3个月了，孩子的父亲就是凯尔。 How do you know that? Because she brought him with her to the appointment. Use your brains, honey. Why else would she marry the kid? 虽然警方被嘲弄了，可3人一点也没不高兴，反而抓住了关键证据。只要孩子是凯尔的，那就证明莉亚和未成年人发生了关系，这就是法定强奸罪了。然而凯尔却拒绝回答，对此警察也不能强迫他。随后他们只能又来找到了莉亚，强行对她进行了亲子鉴定，而很快结果也出来了，谁知孩子并不是凯尔的。可就在警察满心失望之际，又一个意外随之而来，莉亚竟在这个当口被侵犯了。起初她还撒谎不认识对方，但警察根本不信，立马对她进行了恐吓。莉亚这才哭哭啼啼承认是男朋友干的，原来她还和其他男人有段恋情，不过自称几个月前就结束了，而孩子就是她的。至于她侵犯我，就是因为我和凯尔结婚了，同时承认我本以为是凯尔杀了他爹，所以才一直保护他，可现在看来应该是男朋友干的，真没想到又出现了一个嫌疑人。随后警察立马将男朋友法兰克逮捕了，可法兰克坚决否认了指控，因为他深爱着莉亚。然而警察可不信法兰克的狡辩，直言这是莉亚亲口承认的，并且法医已经在莉亚体内发现了体液，只等 DNA 比对结果一出来就可以锤死你了。但意外的是，法兰克很自信不会吻合的，并大喊要找律师，我要揭发那个贱人。可就在这时，法医却发现了异常，强奸犯的种子有问题，小蝌蚪的尾部是弯曲的，这表示是被冷冻过的，所以这些不可能是犯案时留下的。但奇怪的是，不管冷冻与否， DNA 检测显示他们确实是法兰克的，也与亲子鉴定吻合，而且里面还验出有杀精剂，肯定是安全套上的。所以综合这些情况来看，警察大胆推测莉亚在以前和法兰克欢好后，留下了他的种子冷冻起来，然后这次再放入体内伪装成被侵犯，诬陷法兰克。而为了弄清他是否真的是被冤枉的，警察加大了调查力度，结果发现法兰克那晚曾接了一通电话，而他的通话位置就在命案大楼里，并且对方是从街对面的公用电话打来的，打电话的人很可能是莉亚。 She calls Barbarossa minutes before he kills her husband. Why? 警察不得不怀疑俩人是合谋，而为了确定这一点，他们又来到了公用电话的商店。老板果然认识莉亚，还回忆起那晚莉亚打了一通电话后，就往窗外看了几分钟，再打了一通电话后就走了，猜测他是在等从对面大楼里出来的人，但却没听清电话内容。不过这些足以让法兰克老实交代了。法兰克虽然洗清了强奸罪，但还背负着谋杀嫌。 于是检察官提出了认罪协议，只要法兰克能指证是莉亚谋杀，就起诉他轻罪。因此，法兰克交代了整个经过。I killed the husband, but I did it because Gloria told me to. She called me that night. She said he was crazy and that if I didn't do it right then, that he was going to kill her. She said she was afraid for her life. He used to knock her and those kids around all the time. Said if he was out of the way, that we could be together. But he'd never let her go. 可莉亚倾诉丈夫施暴，并不代表要法兰克去杀了她，这样的指证没用。法兰克一听就急眼了，嚷着是莉亚告诉我的房门密码，而且凯尔的球棒也是他告诉我在哪里的，完事后也是他告诉我怎么处理的，陷害凯尔也是他的主意。然而检察官却清晰地表明，这些不足以指证莉亚有罪，必须还要更准确的证据。可是莉亚这么精明的人，怎会让法兰克抓住把柄？他再也提供不了有用的东西了。其实检察官也很失望，整个警方都想给莉亚定罪，然而至今也没有找到让他翻不了身的证据。 不过，公用电话通话记录显示，另一通电话莉亚是打给了凯尔，而且凯尔现在明显以为是莉亚杀的人，为了保护他才去坐牢的。所以，如果能让凯尔幡然醒悟，也许他可以指证莉亚。因此，检察官立即决定撤销对凯尔的起诉。随后，警察来见了凯尔，试图策反他，但凯尔根本不信是继母男友杀了老爹。 He's in prison for one reason: your stepmother set you up for murder. 然而，凯尔仍是摇头，他相信自己的妻子莉亚。于是，警方不得不抛出了杀手锏，直言她怀了别人的孩子。这可是凯尔万万没想到的。 随后，警察拿出了亲子鉴定报告，凯尔急忙仔细瞅了起来，
但仍是自欺欺人，不愿相信。可在得到了律师肯定的表示后，他顿时感觉一下子天塌了。She had her boyfriend kill your father, and he did it because Gloria told him that they would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She said the same thing to you, didn't she? But you couldn't kill him, and so she got someone else to do it. But she wanted to get married to me. It was her idea. So you wouldn't testify against her. 毫无疑问，这就是真相。接着，警方又问起当晚那通电话的内容。She told me to leave. She was gonna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And then after that night, we'd be together. She told me she loved me. 这证实了是莉亚决定出手。在说服了凯尔后，警察急忙在医院门口堵住了莉亚。原来她竟然想堕胎，连腹中的胎儿利用完后也要除掉。警察当然不会让她得逞，于是直接将凯尔带了过来对质。哪知见到凯尔后，莉亚立马变如脸，还想欺骗他拿掉孩子是为了销毁17岁前乱搞的证据。可凯尔已经知道孩子不是自己的，莉亚这才又假装求原谅。然而凯尔已经认清莉亚这一年来是故意勾引他的，于是默默塞给了他一纸文书，竟然是离婚起诉书。这样莉亚就不再受配偶特权保护了，凯尔足以指证他犯罪了。You don't know what you're doing, Kyle. No. I know exactly what I'm doing. Mom? 这一声称呼彻底断了莉亚的奢望，后半辈子她将在牢房里度过了。